在万历年间，同样到了交税的时候，两个明朝农民面对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状况。一个住在江南的市镇附近，家里有几亩田，也有一架织机。农忙的时候，他下田种粮；农闲的时候，家里的人纺纱织布。等到税期快来了，他会把织好的布拿到镇上，交给熟悉的牙行，牙行再转给布商，布商把这些布运到更远的市场去。这个过程虽然并不轻松，因为布价有可能会变化，商人还有压价的情况，官府的催税也不会因为他家今年收成不好就往后推。但是他毕竟生活在一个已经有市镇、有商人、有手工业的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地方。银子虽然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取，但它却有获取的固定渠道。另一个农民，他住在内陆的贫困乡村，家里没有织机，也没有可以稳定卖得出去的商品。秋收以后，能够拿出来换钱的只有粮食。税期一到，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要卖粮，因为官府收的是银子，而农民手里没有银子。当大家都在同一时段把粮食挑到集市上，粮价就容易被粮商压得很低。而银子集中在粮商、富户和放贷人的手里，农民卖粮以后还凑不齐税额，就只能借银，等到明年收成下来，再用更多的粮食去偿还。这两种境况的农民，他面对的是同一种制度，这项制度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张居正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改革之前，明代赋役制度非常复杂，不仅有田赋，还有徭役和杂派，名目繁多，地方执行容易非常的混乱。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国家希望把这些复杂项目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征收。于是，过去很多以粮食、劳力或者实物形式承担的义务，最后都归并到一笔白银的账目之中。一条鞭法改变的是国家的税收征管，但造成的影响并不只是朝廷怎样收税，也包括普通人怎样和市场发生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把赋役折成银两，意味着账本变得更清楚了，地方官更容易按照统一的标准完成征收，朝廷也更容易掌握财政收入。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账本是否清楚，而在于国家要求的最终支付形式变成了白银之后，所有纳税人都必须先完成一次市场的交换。你手里有粮食没有用，家里有人力也没有用，织出了布，种出了棉，养出了蚕都没有用，最后都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换成银子，才能和国家的税收制度对接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条鞭法把国家财政的白银化要求压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富裕地区之所以更容易承接这种制度，并不是因为当地百姓天生更会做生意，而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推行一条鞭法以前，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条件。江南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许多农户并不只靠种粮生活，丝织、棉纺、养蚕、染织，用生产出来的商品换粮换钱，贸易和运输早已进入日常经济。江南市镇的作用远超传统乡村的赶集，市镇把分散在乡村里的家庭生产集中起来，再通过商人送入更大的区域市场。这样一来，税银制度落到江南，就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效果。它让更多家庭必须更加频繁地参与交易，因为农户要交银，就要卖出产品，产品要卖出，就要依靠牙行、布商、粮商、典当铺，还有运输网络。这些中间环节越重要，市镇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就越高。也就是说，一条鞭法让江南市镇承担了更多的功能，使他们在乡村生活和国家税收之间变得越来越关键，
也就是大大促进了江南市镇的发展。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说一条鞭法促进了明代经济发展，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强化了那些已经拥有市场条件的地区，使这些地区更容易把税收转化成生产和交易的动力。江南农户为了交税而卖布，布商为了利润而收布，牙行为交易提供中介，典当铺为临时周转提供信用，水运把商品送往远方。这一整套链条原本已经存在，银税制度只是让这套链条的使用频率更高，也让更多普通的家庭被卷入其中。但是这套逻辑放到贫困地区就会变成另一种结果。一个地区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劳动或者土地没有产出，而是产品难以顺利变现。一个山区的农户，即使他的收成尚可，也可能因为交通不便、集市稀少、买家有限，而只能把粮食卖给少数几个本地的粮商。税期之前，全县的农户都在寻找银两，大家都急着出售粮食。粮商知道农民不是为了做一笔好买卖，而是为了赶在官府催征之前凑够税银，于是粮价更容易被压低。与此同时，官府账本上的税额不会因为粮价低而自动减少，农民用同样数量的粮食换不到足够银子，就只能多卖粮或者向富户借银。这时，一条鞭法在官府看来只是折银征收，在农民生活里却会变成粮价、银价、借贷和催征的连续压力。富裕地区面对银税，可以通过扩大交易来解决问题；贫困地区面对银税，往往只能通过低价卖出产品和增加债务来解决问题。制度和形式看起来是统一的，实际后果却由各地的市场条件来决定。所以，一条鞭法，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场发展型的改革，而是一项存量征收型的改革。它解决的是国家怎样方便地收税的问题，而不是民间怎样更公平顺畅取得收入的问题。国家把复杂的赋役关系整理成白银账目，却并没有同时承担足够的配套建设责任。国家没有着眼于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帮助贫困地区拥有更好的道路、更稳定的集市，更没有帮助农民发展手工业以及降低运输成本，甚至都没有提供一套可以减少税期集中卖粮损失的宏观调控的安排。国家只是规定最后交银，至于这笔银子是通过卖粮还是卖布，还是借贷或者典当，或者是通过被粮商压价而取得的，主要都交给地方社会自己去消化了。如果明代国家在推行折银纳税的同时，能够更有力地修建交通，鼓励商业流通，扶持地方的手工业，降低人口流动的障碍，并且通过建立长平仓，在粮食紧张的时候放粮，粮食过剩的时候收购，平抑粮价，减少农民在税期被迫低价卖粮的损失，那么一条鞭法带来的地区不平衡本来可以被缓解。比如一个贫困山区，如果有道路连接外部市场，有商人愿意稳定地收购茶叶、木材、矿产或者手工业产品，有集市能够提供充分的市场交换，还有仓储可以让农民不必在税期集中抛售粮食，那么折银纳税就不会完全变成一场被动的变现。可是明代中后期的现实是，国家更关心的是把财政征收整理清楚，而不是把每个地区改造成能够稳定获得银两的市场社会。这个选择固然有它的现实原因，因为全面建设交通、开放贸易、组织移民、扶持产业，还有建立金融信用，都需要长期投入，而且这些行为都超越了明帝国这么一个儒家专制帝国的立国思想基础。这就注定了明帝国只能关注于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处理财政问题，把国家需要的结果确定下来，而不会关注地方社会怎么去承受这个过程带来的影响。所以一条鞭法以后，真正受影响的不只是农民，还有那些掌握银两、掌握价格和交易渠道的人，江南的布商、粮商、牙人、典当铺老板，
贫困地区的富户、放贷人和粮商都会因为白银税制而拥有更大的地方影响力。原因很简单，国家最后只认银两，而百姓手中却没有银两，于是能够把粮食、棉布、丝绸和劳力变成银子的人，就会成为地方社会中的关键人物。我们来想象一个镇上的粮商，他平时收粮，税期前放银，秋收以后再收债。农民以为自己只是向他借钱交税，但实际上已经把未来的收成、家庭劳力还有土地安全都交给了这个中间人。对于国家来说，这个人可能只是地方市场里的一个普通商人；对于农民来说，他可能比县官更能直接决定一年生活的松紧。县官规定什么时候交银，真正决定农民用多少粮食才能换到这笔银子的，却是市场里的这些中间人。从这个角度看，一条鞭法简化了国家和百姓之间的财政关系，却使百姓和地方市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复杂了。它可以让国家用白银作为统一语言与全国说话，但全国各地却没有同样的能力回应这种统一的语言。江南可以用布匹、丝绸、粮食贸易和市政网络来回应，运河沿线可以用运输和商业来回应，东南沿海可以用海外贸易和手工业来回应。但是那些远离市场的贫困乡村，只能用更多的粮食、更高的借贷成本和更深的地方依附关系来回应。这也是明代财政改革最值得反思的地方。财政改革如果只改变国家收钱的方式，而没有改变普通人取得收入的条件，它就很容易把改革成本全部交给地方社会承担。财政制度如果只追求账目简化，而没有同时建设市场、交通、信用和产业，它就会把那些原本有条件发展的地区推得更快，也会让那些原本缺少条件的地区负担更重。这就是为什么一条鞭法让富地方更富，穷地方更难。